今天我要用苹果和番茄来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，和大家分享很漂亮的宴客菜，但是却很简单就可以做出来了，看起来是很美丽。平常呢，在餐桌也可以添点新菜色，家人一定会觉得很不一样、很特别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Kissing Wong TV， 我是 Kissing 巴拉妈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用苹果和番茄做这道素食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一颗地瓜，这颗地瓜是邻居送来的。很新鲜，赶快削来吃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素食家常菜料理新食谱了。把地瓜切成斜片状。把地瓜放入盘中，来拿去蒸。用电锅蒸，外锅放一杯水，来蒸地瓜。准备16条的甜豆，把甜豆的纤维去掉。把甜豆放入盘中。准备一颗苹果，把苹果削皮，把苹果的芯去掉，先切一半。上次跟大家分享过苹果的种类有秋香、金冠、五爪、青龙，还有3种还没大家分享的，就是有富士苹果、金青苹果和蜜苹果。富士苹果的果皮非常的红，底色是黄绿色的，吃起来稍微有一些芳香，很细致又很多汁，带点酸酸的味道，但平均甜度算是比其他品种的苹果还高的。最高的甜度的话，可以多出1/3倍的甜度。富士苹果的优点呢，就是耐贮藏，而且呢不容易碰伤。蜜苹果源自于日本，果肉结有蜜腺，苹果会有蜜腺的形成在中间那边，是因为呢苹果处于高山，日夜温差大的环境下呢刺激而成的。果皮呢是亮红色，带有淡绿色的斑点，果肉比较粗糙，肉质却很多汁，但还是带有一点点的酸度，贮藏力很强。金青苹果呢是来自日本的品种，在台湾高海拔栽培的金青，因为生长环境很好，也有低几率会结出稀有的蜜在中间，所以呢也常被称为早生蜜苹果。甜度高，口感酸甜多汁，所以也时常被拿来制作成苹果汁。金青在台湾苹果的产量其实很少的，是算是稀有的限量品，产季呢就是在8月，只要一盛产呢就一定销售一空，非常的畅销。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苹果？我们家小朋友是还蛮喜欢吃苹果的，还有喜欢吃芭乐。把苹果切片，把苹果放入盘中，准备些甜椒，大约是1/3颗，把甜椒切成条状。我这里准备的是红甜椒、橘色甜椒，还有黄色的甜椒。把甜椒放入盘中，准备1颗大点的番茄，把番茄的蒂头拔掉，这里切成片状。
切到最后，再把蒂头切掉。蒂头切掉之后，再切片。这样全部的番茄都已经切成片状了。把番茄放入盘中，准备一片天贝，天贝可以到有机店买，把它切成厚片状。把天贝放入盘中，锅内放入适量的油，把天贝放进来煎。把天贝煎成焦黄色，先让它煎一下。来看看，差不多了，翻面。光是这样煎，我就觉得很香了。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天贝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。它是用黄豆制成的。有时候这样煎一煎，把它当成塑料，其实它是原型食材做成的。再让它另一面煎成焦黄色，第二面很快就变成焦黄色了，因为油温有够了。关火取出。天贝取出来后，用回原锅。倒入水烧开，水已经滚了，放入甜椒进来烫。甜椒大约烫了30秒左右，现在放入甜豆进来烫。锅子里面因为有残留下油，就不用再放油了。烫蔬菜我习惯水里面有一些油，因为这样子可以让绿色的蔬菜比较亮绿色，比较可以保持它的绿色。我大约烫了1分半，可以捞出来了。关火。蔬菜烫熟了，现在来调个酱汁：1茶匙的酱油，1茶匙的素沙茶酱，胡椒粉适量，芝麻油半茶匙，糖1/4茶匙。把所有调味料拌匀。如果你喜欢吃带酸的口感，可以加半茶匙的醋。酱汁已经拌匀了，先放旁边备用。放入5汤匙的面粉，缓缓的放入过滤水调成面糊。面糊已经调好了，像这样的稠度。取一个豆包，打开，这里的时候要轻轻的撕开。然后撕掉，变成长形。摆上番茄，蒸好的地瓜、天贝、甜椒，还有甜豆、苹果。左边这里涂上刚刚调好的酱汁。把它卷起来，卷起来之后，这样子就完成了一个豆包。大家就要顺着它的纹路慢慢的撕，
这里它通常会粘着，所以要把它拔断，把它变成长形的。今天呢，用到的豆包啊，就是蛋白质的来源。素食者呢，最常吃到的蛋白质就是豆腐、豆干、豆包、豆浆等等。今天呢，我就用到豆包来做料理了。大家可以到素食材料行买得到这种豆包。有时候呢，我会在全联也会有看到有人卖豆包，但是很不一定，量很少。去素食材料行买是一定会买得到的。那这次用的这种呢，是没有油炸的豆包，是新鲜嫩豆包。有些豆包是有炸过的，那种炸过的豆包啊，我很少会买回来，但是它可以做成像是快炒的料理呀，直接炒好，可以卤，可以切丝来炒面等等的，自己就不用再花时间去炸了。不过最好还是使用这个炸豆包之前呢，要用热水烫过，把那个油脂去掉，再拿来料理。豆包也是我们家冰箱常备的食材哦，放在冰箱里面啊，可以放至少3个月，就是冷冻的那边。那我习惯买回来的时候啊，就是分装成4片1包这样子，4片1包放在冷冻里面。这样想吃的时候呢，就是直接拿1包出来，不会因为要退冰就整大包这样子退冰哈，因为反复退冰的豆包啊，就很容易坏掉。所以豆包的使用呢，我就是这样子用冷冻的方式，一包一包拿出来退冰。它的使用很广泛，大家都喜欢用豆包来做什么料理呢？可以在影片下留言跟我分享。那这次我用豆包来卷成一个料理。放这个的时候呢，记得是直直的放，面向自己，这样子，只要我们卷的时候，它就不会漏掉出来。如果是这样子卷的话，它这个封口处、这个开口处很容易掉出来，所以是要这样子卷。这里就要轻轻的顺着它的纹路撕。看这里，它是有一折，所以这一折可以先打开。沾上刚刚调好的面糊，头尾也沾一下，再沾上面包屑，头尾也要记得沾上面包屑，可以了。我都沾上面包屑了，准备拿去炸。来热一锅油，要来炸豆包。油已经热了，放进来炸。放进来炸的时候要注意，
豆包的封口处要朝下。现在先让它炸定型，炸定型了，先翻面。再继续让它把另一面炸成焦黄色，另一面也炸成金黄色了，可以取出。炸好之后，用锯齿状的刀子把它对切。今天星期五，儿子读半天，已经吃饱了，现在当点心吃。点心，不然一回来就要喊很饿。吃饱了啦，现在来给你吃这个妈妈刚刚做好的。等一下还要吃晚餐哦。沙拉。对，有沙拉。开始试吃看看。不加什么嗯，试试看看。哎，有试沙沙哇，你咬下去就好脆了。那豆包，整个嫩嫩的豆包和外皮是酥脆的，好好吃哦。我酱料没有涂很厚，所以不是到很死咸的味道，还可以吃到包在里面蔬菜的清甜味，就是它的原汁原味，地瓜的味道、甜豆的味道，还有甜椒的味道。如果那一层酱料涂太厚的话，就吃到整个都是酱料味。这算是清淡的，很清淡，对不对？有些天贝，对，有天贝。好好吃，除了天贝之外，都很好吃。再加上沙拉，很顺口，好好吃哦。不是很死咸，真的很清爽味道，对不对？每一个蔬菜你有没有吃到它的甜味？有，我知道了，甜椒。你吃到了什么？甜椒吗？这是甜椒吗？还是这是地瓜？对，那是甜椒。地瓜真的就很清甜的。咬到地瓜了，真的很透，很好吃。大家可以试做这个，跟着孩子啊，或是长辈一起吃，可以切小块一点，就不用一直咬。好啦，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喜欢这道料理，记得分享出去，还有订阅我的日常副频道。主频道也要订阅起来哦，追踪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。我们下一道料理见，拜拜。因为不喜欢天贝，所以一直在吃外面的一层。哦，天贝好吃哦。不好吃。有些人不喜欢吃天贝的味道，它有一种味道，但妈妈觉得很香。那种是不是豆子的味道。好像是吧，我也不是，很难形容啊，反正就不好吃。我直接放一片凤梨下去会更香，酸酸甜甜。我一直在吃皮，而且光吃皮就很好吃。